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凤城。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时事评论员胡文琪，运晨好，大家好。还有前海军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现在的美国真的是世界第一的军事强国吗？现在一场伊朗战争啊，就已经让它短板尽出了。我们就来看一下，最近呢，美军的 F-35机队呢，全任务能率力竟然是不到1/4，这是什么意思呢？来看到了一份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最新报告显示了，由于受到软体缺陷、还有备件短缺以及腐蚀问题的困扰。在整个2025财年中呢，美军 F-35隐身战机中呢，只有1/4是具备全任务能力的。所以呢 ，F-35计划办公室就说了，为了要修复未来5年 F-35战机的战备能力，可能要花费137亿美元哦，又缺钱了。这样子情况之下，要怎么打仗呢？反倒是中国啊，相较之下，他们的新机种是不断的在出来。好，来看到呢，2026年的6月初，网传中国新空机的预警机照片，推断呢应该是 GX-19。好，2025年的12月的时候，中国新特种任务机运9 PT 也首次曝光。那么在2026年的5月，运9 TP 还有出现了这个首飞照流传出来。好，那2025年的4月的时候，多用途电子战平台 Y9GR 的图片呢也首次公开。好，这就是所谓的运9 PT。好，中国的军队啊就正在部署种类非常丰富的各种的特种任务飞机。好，这些飞机呢，在过去10年中啊，无论是数量啊，还是品质，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而且呢，现在中国啊，虽然说它的歼20是比较先进的、比较强大的，但是呢，可能 F-35呢，歼35可能更好用。好，因为呢，现在中国似乎已经掌握了将歼35打造为全舰队通用的第5代战机的秘诀。相较之下，美国呢 F-35C 啊，目前还不是全舰队通用的战机，美国航母目前还是依赖第4代战机。好，所以分析就指出了，刚刚我们说到了，虽然歼20啊，它可能性能上面呢是比歼35更加的先进、更出色，但是啊，精良的战机不一定能够大规模的赢得大国战争，因为啊，真正能打战争的呢是作战主力战机，而歼35呢，目标就是成为中国的作战主力战机了。好，那看完空军的部分，我们来比比看这个海军上面的，也就是这个航空母舰了。要知道啊，美国的航母福特号，真的是问题连环出哈。它呢，这个福特号航母啊，是终于结束长达326天的部署。这个期间呢，参与了美以联手攻伊朗及实施怒火行动中，面临多次的伊朗飞弹还有无人机攻击。好，但是现在就被发现了，之前福特号在波湾执行任务的时间一度失火嘛，花了30个小时才把火势扑灭。那么火灾发生2天后，福特号呢才恢复战机起降任务。除了大火影响了它的战力之外啊，舰上的厕所更多次堵塞。好 ，CNN 取得的照片显示了，舰上很多个马桶内啊，这个粪便是到处都是，都已经到这个边缘了。厕所呢，爆了，然后火灾没有床可以睡，这样子的航母是美国的最先进航母。那反倒是中国，它的这个潜舰呢，也是逐渐的在排名往前哦。要来看到了这个2026年全球潜舰部队排名啊，显示一个趋势，就是呢，美国它依然是榜首，但是中国正在用惊人的速度去缩小差距啊。刚刚说到了，美国依然是榜首嘛，第1名，因为它有全球最大最现代化的全核动力潜舰舰队，所以稳居第1。那第2名的话呢，也是俄罗斯啊，因为它也是有全球最强大且经验丰富的潜舰部队。第3名呢，则是中国中国啊，现在是拥有超过60艘潜艇，而且它呢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甚至呢，现在啊，解放军的科学家还提出一项远程摧毁美国航母战斗群的一个计划。要来看到了，这个是中国国防科学家团队呢公开发表在期刊上，提供一套呢从3000公里外来摧毁美国航母战斗群的一个详细步骤。这
这个距离3000公里就是上海到关岛的距离。好，因为这个研究呢就描述啦，说基于协同飞机还有这个飞弹打击群远程打击一体化的作战方式，就是要提高海军编队的打击效率，破解美军利用空接拉开防御的优势。好，要是真的能够打到那边的话，关岛就危险了。好，那另外来看到了，现在呢，美军呢可能就是想要分散部署，那么日本跟菲律宾，就成为它部署的要点了。来看到这个日本呢 F-35的闪电2战斗机呢，也要在2026年部署到日本的3则空军基地了。好，这代表什么呢？3架飞机要从犹他州的希尔空军基地调往日本。那么美国也要对该地区的空中力量来进行根本性的重新调整，而日本呢跟美国呢也要展开新一轮的延伸恐吓对话，要来维续区域的和平。这个是日本外务省证实的，说为期2天的美日新一轮延伸贺阻对话9日的时候在东京落幕了。除了呼吁俄罗斯跟中共要参与减裁核武对话之外呢，也重申美国要持续运用核武协防联邦来联系贺阻能量以及区域稳定。那至于菲律宾呢？最近就被中国盯得很惨了。央视新闻就报道说中国的国家安全部队发出警告，指出近年来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透过了多种的新型设备，持续窃取中国约300万平方公里管辖海域的敏感数据，建立水下地图，掌握中国近海防御薄弱点。好，不仅仅是指说他们有间谍甚至呢也直接打击这个菲国的国防部长。这个是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他说呢，这个一小撮这个上蹿下跳的反华分子代表人物说呢，这个言行是为了获取个人的政治私利的一个作秀，而非其所谓的维护本国尊严甚至说了说，如果任由这个菲国的国防部长，也就是这个铁欧多洛一再去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的话呢，那么最终损害的呢，只会是菲国的利益。所以现在中国除了是对抗日本之外呢，也对菲律宾是越来越强硬的态度了哈。但是在这个美中的军力盘点之下，亚太的局势有可能要逆转了吗？请教彬哥。这个美国的 F-35其实从设计、制造到部署，一直以来都有很多的问题存在。那现在又被发现它的全任务能力不到整个机队的1/4，这个对美国来讲当然是很大一个麻烦。那他就必须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到现在 F-35还是没有办法上电磁弹射，也是他们要赶快去解决的一个问题。那与此同时，你会发觉中国大陆现在正在完备它的各项战力。你看它各种各样的都用这种特战的飞机出来，就表示它每一次一种新的型号、一种新的任务功能型的作战飞机出来，就表示它又具备了多一种的作战能力。所以它现在正在不断的强化它自己在各种地形、各种气候、各种环境之下的全方位作战能力。那这个当然会让它越来越能够应付各种各样的问题哦。那至于说歼35，现在看起来。其实我记得当年歼35刚开始设计出来的时候，本来一开始传说解放军不打算采用，然后甚至有人说那就是单纯一个外销型号。可是现在看起来歼35已经被采用，而且要上舰，然后他们现在已经都在测试了。所以你可以想见的，也就是歼20当然是比较强大，功能比较多样化，战力比较强。可是歼20毕竟单价贵很多，那所以要维护也比较没那么容易。所以未来歼35如果它的保养维护不需要像歼20这么复杂，然后战力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的话，未来可能就会成为一个主力。实际上，这个以印度跟巴基斯坦的战争里头，你就可以发现，其实有的时候飞机的性能并不是绝对获胜的这个因素，而是在整体战系的联合作战的方向上，如果你能够达成一个联合的体系，那这样子就可以击败对手。所以我觉得这是未来可能会发展的一个方向。那导致美国其实它很多的问题都一一在浮现，比如说福特号，理论上来讲，它应该是美国最先进的航空母舰，结果反而出的问题最多就是它，连马桶堵塞的问题都会出来，这真的是非常不可思议。当然，很多人怀疑根本就是舰上官兵因为执勤时间太久，故意把它弄坏，就是想要赶快回家。那他上次
一个洗衣房这个地方失火居然可以烧2天，这也是让大家觉得匪夷所思的。再来讲，他船上应该是有最先进的灭火系统才对，所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觉得他这一次说要大修到明年，我认为恐怕没有这么快。依照美国的惯例，这种大型舰如果要进行全面性的修护的话，恐怕没有个3-5年是弄不来的。所以会有这么快吗？有这么快恢复战力，我是很怀疑的。那至于说潜舰，当然潜舰现在是美国最大的强项，那仅次于它是俄罗斯，但是俄罗斯的潜舰绝大多数是比较老旧。那中国大陆正在努力的追赶当中。中国大陆最大的缺陷是什么？就是它的核动力潜舰太少，然后经营能力可能还不如美国的第一流潜舰。但是这几年它的经营能力已经大幅提升了。其实国外的很多观测都发现，它的经营能力在跳跃式的成长，但是它的核动力潜舰的数量还远远不及美国跟俄罗斯，这是它必须要去追赶。所以我相信以中国目前的国力，应该很快就会追上来。所以美国当然压力也会越来越大。那至于说菲律宾这边的问题，我必须讲，就是你说用这种叠龟叠鱼啊这些，当然这是老共提出来的。这个其实在这些生物身上装一些监测的装置，大部分是干什么？是做科研，就是去观察这个生物的它可能会走到哪里啊，它会潜到多深的海域啊，它习惯的生存环境到底在哪里啊？那你说用这个东西来当做间谍，这个本身有个大问题，就是那个鱼或龟，它不会按照你的想法走，它会走它自己想走的地方。那请问一下，你要怎么去收集这些数据？这我是觉得有点奇怪了。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与其说是真的有这么事，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是在提醒大家要小心提防。好，但是美国的军工产能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请教小舰长。有关于美国的军工产能啊，那之前是因为它打造不出来，现在受限于稀土的管制。那我们看到啊，这是 F-35，它应该用的是 APG-81的这一种雷达哦。那但是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交给各个盟国的 F-35，它前面放的跟大家到健身中心所用的这个配重片呢，长得是一模一样的啊，也就是因为它没有办法做出这一种多用途雷达，然后它只好采用相同重量的配重块，这就是它的最大的问题啊。那我们刚刚讲到有关于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任务机的部分啊，我们会看到说它在这个后面啊，它有一个颜色比较黑，接近机尾的这个部分，那是什么装备？其实那个就是我们之前啊，前几天大家都在讨论电子部，那电子部的这个位置啊，可是它不是电子部，它那个是什么？它那个是相位阵列雷达。那也就是说，它已经把这一些东西直接可以放到战机上面。我们一般大家都认为军民共荣是由这一个新三样的，例如说这个锂电池的部分往军方移动，但是从这件事情我们其实证明了它也有从军方往民间移动的部分。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个，也就是它实际上在无人机的表面上面放上了这种类似电子部的相位阵列雷达，大家觉得它没雷达，但是其实它变成了一片的这种雷达。那至于说我们看到美国的问题，那除了装备之外，也有人的问题。那刚刚彬哥已经说很多，我们就来看一下惨状啊。但是大家放心，我没有要给大家看污水系统。那我们看到的，也就是这一个是 CNN 的独家报道，到目前为止，美国海军都没有否认。但它这一个是什么状况？我们来看它烧成什么样子。它烧成这个，如果说因为我以前在服役的时候，我带过修理班哦，修理班不是去修理装备，是救火堵漏。那也就是做这一些操演的。那我们如果是烧成这样的话，那个火非常大，而且呢，我们可以想到那个浓烟到底有多密布，而且因为那个浓烟本身就是毒气啊，那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部分。而且我们刚刚讲到，他有2天没有使用电子弹射系统，其实这里有暗暗的告诉我们，他讲说那个也就是这一个海上司令部呢，在为舰队提供电力支援，其实就是这个问题。那个时候我也就在我们新闻大白话提到了。那所以那个福特号伤得非常重。
现在就是福特号，以最先进的航母竟然是这么的阳春，竟然是这么的不堪用，然后现在 F-35呢又面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急需钱的状态，如果真的是大国开战的话，美国有多少底牌可以拿出来打呢？我们请教文琦哥。我不能说他没有牌啦，但是就像我们的背板讲，美国的战机跟航母一生病哦。我们如果来看一下这个，因为过往美国财大气粗嘛，所以你看他要什么他就做什么，可是他没有想到整体的战略或他的后勤补保的体系。因此，如果你看到所谓的美国联邦审计署 GAO， 我请导播 take 一下。就当时候他们在采购时候所谓的这 F-15的时候，他们原本当年是追求了大量的采购战机，可是他们却未同步建立足够的维修中心、零件的供应链跟后勤的资源能力。这也就是现在美国之所以会为什么遇到这么大的问题。后期我们再看一下，为什么 F-35联合计划办公室 JPO 为什么刚才我们的背板数字会出现一个137亿这么一个庞大的数字，就让人家担心啊。所以我回头稍微讲一下，为什么我们的1.25兆是那么的恐怖？其实那个东西在后续的维修保养的费用是很惊人的。你看到，包含我们的海马式前几天4枚打不出去，我们只要电子参数不对，我们的软体不对，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值得台湾好好的参考。至于你看到了中国大陆各种这个所谓特种任务的飞机的一个衍生，我只能说人家非常的用心。不管是所谓在 C17或所谓的这种运9 PT 上面的一个进步，我觉得大家要学习。回过头，你来看到所谓的歼35、歼20，当然一个是有沈阳这个飞机工厂，然后一个是成都，他们是一个高低空的一个配置。其实各位不要忘了，其实在整个的武器战系的系统的设计概念，你如果我举一个 AK-47或是所谓的战车，其实美国跟西方有时候的设计的理念，他们的需求是不一样。为什么 AK-47在所谓的泥沙啦、冷冰冰雪，为什么它可以？所以他们的设计理念有所稍微不同。因此，你看到歼35已经在福建号做了成功的电磁弹射以后，为什么它把它做一个通用型？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的军力的崛起是值得大家好好的去看一下。因此，我们来谈这个所谓的美国要武装这个菲律宾，我坦白讲，这两个的这个背景板一对照，你美国自己的 GAO 跟这个 JPO 的办公室都已经点出 F-35有很大的问题，结果你派出了几架飞机说要在日本部署这个，你秋西郎，日本是被枪，他现在开的这个是东西不是枪柜腿有多吗？但是我觉得一个比较有趣的是所谓的间谍与间谍龟，我坦白讲。就像彬哥讲的，你要怎么样控制生物？对台湾来讲，真正最恶心的，我觉得最厉害讲是前几天在泰国曼谷数十公里以外，那个所谓的 Paradise Mission 的那个所谓的我们的驻外人员的电展室的泄密，结果我们的驻外人员3官还自己抱怨，所以泄露了我们整个情报作业的体系的恶心。最后我要讲。如果一艘航舰能够烧30个小时，飞机的起降只有2天，各位这个数字1分钟就会要人命，所以你看到美国的状况有多惨，就可以一叶知秋。所以美军的这个亚太制空权神话是不是已经破灭了呢？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中马上回来。好，我们来看到现在欧洲啊，不仅在 AI 科技上面，好像没有跟上潮流，就连军武方面呢，自己也不太行，然后又要被美国抛弃了吗？来看到啊，现在美方呢是要计划啊，将大量的 F-16还有 F-151战机数量要从北约去进行撤军哦。原本呢有150架，想要削减至100架。另外，海上侦察机的部分呢，也想要从26架减到15架，甚至要全数撤回此前提供给欧洲的8架空中预警机。相关的举措啊，就会限制北约发动远程打击，还有执行侦察任务的能力。好，另外呢，这个1艘航舰啊，还有1艘核动力的巡弋飞弹潜舰啊，还有数十艘的军舰，以及数十架的航空联队战机呢，也会去列入调整哦。甚至路透社之前就有报道过啦，说美国计划啊要缩减在重大危机的时候能够向盟友提供的军事能力。好，那你说，欧洲国家也可以自己去创造武器啊，干嘛一定要靠美国呢？结果现在好像他们的制造能力等级就只维持在一定的程度而已吗？好，来看到这一篇报道说啊，如果说
英国和法国在6代机方面有短板的话，那么德国的短板更大，在气动啊、发动机、航电方面没有一个独当一面过。好，另一方面独立研发对法国的经济负担也是很大的。至于标风研发呢，也是始终结束时，法国就发誓它不要再单干了。好，所以就看到欧洲的问题真的很多啊，因为它是最早迈入发达行列的，结果没想到始终治不好这种散装的毛病哦。每一次欧洲联合起来啊，最终的结局都是在发誓再也不折腾了，然后就散伙了。然后等到他们真的要单干的时候呢，又缺钱，痛苦不堪，然后难撑，之后又说，我发誓不再单干，要重新团报，这样子周而复始，一下要团报，一下要单干，最后呢，都落失了他的先进地位。好，所以呢，自己没有军武，然后又被美国抛弃，那要找谁呢？现在法国是看上了中国吗？好，我们来看到了这个法国总统马克宏啊，他呢11日的时候呢，邀请了中国副总理张国清参加了他主持的全球趋同促增长峰会的视讯会议。但我们知道下周就是 G7 要在这个要来进行开会了嘛？那个时候呢，他们会在法国去磋商要如何应对涌入其市场的中国廉价中国产品。就已经要讨论中国议题了，还在这之前赶快去邀请中国参加会议，这是有何居心呢？好，所以就有一篇报道就称啦，说这个 G7 将在法国举行峰会之际，欧盟呢也要去决定是否要加强对华贸易政策之际，马克宏竟然是向中国抛出橄榄枝，邀请中国合作，还要说要帮助其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做最后努力。很明显的就是要怎么样，自以为掌握了对方的弱点，趁机拉拢北京，拉拢中国吗？好，但是呢，北京方面也要理法国吗？好像没有没有要配合的意思。好，来看到呢，这个马克宏办公室就说什么？说呢，我们跟中国的视讯通话是一场胜利啊。那爱立社工的官员还说呢，此次 G7 已经取得成功了。结果呢？分析家看来法国根本就是在自嗨而已。法国试图利用这场会议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聚焦矛头针对中国的出口扩张政策。但是呢，这场对话根本就是缺乏实质突破而且中方也没有兴趣为了迎合你法国做出任何的妥协。好，那现在看起来呢，到底是谁比较需要谁呢？是法国需要中国，还是中国需要法国呢？好，来看到了，现在这个中欧班列已经是这个开超过了2.5万班次了，共有75条中欧班列路线经过了2连浩特口岸营运，连接了德国、波兰、俄罗斯等超过了10个国家地区，超过了70个枢纽站。好，那对此呢，中国跟德国方面呢也进行经贸磋商。大陆的这个副商务部长呢也说呢，这个在柏林分别会见了德国联邦经济还有能源部国务秘书以及德国的总理。他们说他们非常期待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能够取得实质的成果，也希望德国政府在欧盟内呢发挥积极作用，来推动欧方跟中方相向而行，避免经济摩擦。但是我们知道，之前欧洲对中国的态度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之前欧盟甚至还将中国给划定为所谓的高风险国家，以此为由来禁止使用中国逆变器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好，那这种针对中企的歧视性贸易保护做法呢，反倒是反噬了欧盟自身。好，因为怎么样呢？它强行的这个要脱钩锻炼不使用中国太阳能逆变器的项目，结果路透社就说啦，这个措施呢，可能会波及欧洲超过1/5的新增装置容量。中方也痛批说你这个歧视性政策只会让欧洲越保护越落后。好，所以说如果美国是被川普搞破坏，那欧洲也好不到哪里去没有办法战略自主，又想要贸然的跟中国脱钩，那反倒是会让自己更加的无力吧。我们来请教彬哥。这个美国现在准备要裁减他在欧洲的兵力，那这个就是川普一贯的主张他认为要么就是我们自己省钱，要么就是你要支付驻在美军的这些相关的经费，你欧洲要出。那欧洲现在又不愿意出钱，可又希望美国保护。
那川普就故意缩减兵力，而且最近美伊战争的关系，欧洲这些国家都不听美国，让他很火大，所以他觉得这样是在修理一下欧洲这些国家，让他们知道怕。可是我觉得川普到底有没有意识到，其实美国正在限缩自己作为世界霸主的这样的地位。美国为什么是世界霸主？是因为你在全球都有驻军，是因为你掌控了整个北约。那你现在削减你自己的力量，那其实就是在自己抛弃自己世界霸主的地位。那如果他要这样做，我想中国大陆跟俄罗斯都是非常乐观面对。那就看川普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底。那至于欧洲，老实讲，欧洲就是一盘散沙了。表面上欧盟大家好像齐心协力，可是实际上老是搞不定。那更不要讲说这个在联合制造这些战斗机这些事情，他们之前就吵过一次。之前在为什么后来会变成台风跟阵风这2架飞机？其实本来法国也是加入啊，他们要一起做了。然后后来也是因为大家有各自不同的需求，吵了个半天，最后就拆伙，就各自做各自。那问题各自做各自之后，又衍生一大堆问题。你要知道，阵风跟标风战机，他们虽然是属于4代半战机啊，他们的造价其实不比美国的 F-35便宜。所以这就是问题所在啊。这其实已经告诉你一件事：欧洲的产品就是没有什么竞争力，就是这样，它就是比人家贵，还不见得比人家好，就是这样子而已啊。所以欧洲其实现在已经慢慢演变出一个状况，就是它如果是在这种精品啊、奢侈品方面，它确实是一流的，没有错。可是如果是一般实用性的用品啊，它越来越没有性价比，越来越糟糕，甚至人家都不想用，因为你的东西比人家贵很多，然后效果这个实用性还不见得比人家好。我跟你讲，现在德国在工具机这边东西还有一席之地，可是这个实力也越来越没有地位，没有那么稳固。这就是问题所在。所以你马克宏想说啊，中国大陆我跟他谈一谈，他就可以对我们让利，就可以不要再把他们过度生产的东西蜂拥到欧洲来，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而且重点就是，我一直觉得，不管美国也好，欧洲也好，这些国家在对中国大陆发起贸易战争的时候，都没有想过一件事，你都不先盘点你自己有什么弱点。你们都不去想想看，如果没有了中国这些产品，你会发生什么状况？他们好像都不去想这个问题，然后每次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啊，怎么办？怎么办？凉拌就这么办嘛。你看美国现在没有稀土，它很多东西就做不出来啊。那欧洲，我跟你讲，现在连变压器，你没有变压器，你就什么东西都做不出来。可是欧洲人就先这样干了，干了之后这样啊，完了我没变压器怎么办？就是这样子啊。现在最基本的一个，我们刚刚讲到稀土，就一个磁铁，中国大陆就搞死你美国跟欧洲了。你没有中国大陆的稀土，你就做不出磁铁；你做不出磁铁，你就一大堆东西都做不出来，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啊。所以我一直觉得欧洲这些国家很怪，就是你都不先盘点一下自己的弱点，先保护好自己的弱点，再对对手发起攻击，不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但是现在欧洲人跟美国人连个基本常识都没有。所以现在欧洲的抗中大秀，已经沦为一场笑话了吗？请教问几个。我觉得如果套句斌哥刚才逻辑，其实套用在商业逻辑，就是 SWOT 的分析嘛。你的 SWOT 到底你各自的优缺利弊到底在哪里？我没有看到欧洲有好好的努力。套句卡尔马克思讲的那句话：历史总会发生2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你看到法国、德国现在讲啊，我们大家要团结，可是后来什么要一起就制造出来，就你看到就1-2-3-4、2-2-3-4、3-2-3-4，换个姿势再来一次，其实没有长进，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回过头来讲，我觉得当然欧洲有欧洲自己的问题，包含他为什么要跟中国大陆要谈，因为之前卡在我们所谓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就卡在所谓的新疆的人权的问题。其实欧洲就是刚刚斌哥有讲的，其实他们也非常需要中国大陆相对很廉价、高 CP 值的产品。可是他因为爱讲够给谁？可是回过头，你说我们来看看马克宏的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我觉得错。因为对中国大陆讲，有谈总比没有谈好，当然就是有点流汗总比流血好嘛。总是见面3分情，我们大家聊一聊。更何况美国川普自己现在已经都改头换面，已经开始在中国大陆谈。对于马克宏来讲，他的战略意义只有一个，他插头香。你看看，不管是英国的施凯尔啊，德国的梅尔兹总理，是每个都往中国大陆北京跑啊，所以法国的这个部分的动作，我觉得你要称赞他。你看到美国中国大陆之前也跟你讲啊，到底能不能够达到实质的好处？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答应北京啊170亿美元的这种什么农业的采购啊，200架的波音飞机，甚至可以到500架。对不起，我要看你美国有没有依约能够给我些什么嘛。所以现在马克宏的出牌，跟欧洲的 G7，跟中国大陆，不管是刚刚我讲的洲欧全面投资协定，到底能不能谈，以后要看彼此各自到底能不能够各取所需，这才是真正的重点。回过头来，就是我们讲中欧贸易到底谁需要谁？你看到中欧的班列，不管是在这一次的伊朗的战争，为什么这次的中欧班列逐渐的成为陆上丝绸之路越来越重要？可是最近的一个发展是我们的讲图们江，还有我们讲北冰洋的那个部分，对中国大陆扩展它“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至于我们刚刚讲最后一个逆变器，我跟大家报告，来请导播 take 一下这个逆变器的状况下呢，基本上是把直流电转换成交流电，它是这重点来咯，它是太阳光电系统、车载电源、不断电系统及户外录影的核心设备。各位，那你就知道为什么欧盟后来会自己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他自己都弄不出来，这是中国大陆最新的一个强项。最后我要讲，虽然是国际的政治继续的演变，可是你看到美国最近在所谓的1260H 清单，其实美中继续的对抗，就是有竞争有合作，这个态势我觉得还是持续的进行当中。台湾自己要学聪明，如何能够在两边平衡。好，我们来请教小店长。刚刚彬哥讲到了就是 EF-2000的这一个战机，但是呢，欧洲到底有没有第6代战机？其实有啊，那叫做暴风雨，那它是由这个英国、意大利以及日本3个国家那研究的。那都现在呢，德国说他要参加，那还有一个美洲国家说他也要参加，那个也就是加拿大，没想到吧？那我们讲到说这一个里面呢，他讲了几个部分，第一个智慧武器系统，第二个高级的这个数位座舱，第3个也就下一代雷达，第4个高效的电力，第5个也就是软体驱动系统，第6个整合感测。这个图做的好像有这么一回事啊，这里面有几个都是达不到的，所以呢，你做外壳没用啊，做外壳达到第6代也只能够感觉内倾外斜的逆中而已啊，它没有别的能力，你能飞得更快吗？例如说，它这个里面啊，讲到第4项，它为什么要讲到说要有一个高效能的电力？这个电力是拿来做什么的？因为这个电力它这个飞机本身它要携带更多的夹舱。为什么？观众朋友，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介绍这一节加入我们讨论国际国内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退役中将帅华明将军。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浅秋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声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来看看一个中日最近非常紧张对峙的消息啊，有2架共机，这是这2天比较新的消息，在东海飞行。我们没有海峡中线已经成为一个事实，怎么办呢？现在连东海这个部分，因为日菲这次所签的协议呢，东海越来越多在这个大陆要所谓执行治权的行动。根据日本防卫省这个报告里面特别讲，中国的军方有一架运9的电子侦察机，还有一架侦察攻击型的无人机，昨天在东海飞行。形成了在长崎这附近跟日本自卫队的战斗机紧急升空对峙的画面。那么日本自卫队呢也表示会接下来参加很多场的军演，跟菲律宾啦、跟美国啦、澳洲啦等等的大型军演，也代表着要强调自己的国防自主跟正常化。而在日本鹿儿岛部署提风中岛系统，当然也引起大陆这边高度的关注，甚至质疑哦。那么日本呢有一个叫做贸促会，本来这个代表团马上就要到大陆去访问，也是目前现行日本跟中国大陆比较畅通在经贸上的管道。结果呢，因为前自民党的总裁河野洋平8号不幸去世了哦。那他生前是担任这个促进会的理事长啊、会长啊。
那现在呢，这个协会本来还预定想要21号到24号继续去访问中国大陆，结果呢，现在被中方通知，既然河野洋平去世之后呢，就难以安排跟中国领导阶层的见面。那本来日方是有希望透过这样的管道呢，毕竟还是被视为老朋友的河野啊，可以跟经济的领域找到一个破口。那看起来现在中日的关系已经真的到了冰点。那么中国大陆的日本商会发布了2026年的白皮书，结果发现呢，大概在这么紧张的关系里头，仍然有85%在大陆的企业呢，仍然日本的企业维持继续要留在日资企业留在中国大陆深耕的决心。大家都是看实质的营收啦，还有市场的竞争力嘛哦。所以当日企新设的稀土工厂说要减少中国的供应跟依赖，这个是日本晶圆厂的制造商啊，因为呢，外交关系很紧张的关系，日本几乎对于大陆的稀土几乎是拿不到的情况之下，日本60%以上的稀土要依赖中国，这会是日本现在最大的麻烦。那这个形容叫做趁你病要你命啊！为什么这样讲？解放军呢，在南华早报的一个国际版的报道里面出现这样的内容，说解放军的科学家提出了一项新的一个作战群计划，是专门针对3000公里以外这么远的，可以对美国航母群所做的战斗计划。罗斯福号就停在3000里远的这个关岛。那美军是不是已经悄悄把所有的军事资产都撤出离亚洲沿海地区？那要超出大多数常规的飞弹呢？而这个科学家的团队公开是公开发布出来的这个3000公里外的摧毁美国航母的计划，就是刚好上海可以打到关岛的距离。那当然也引起很大的关注啊。那美国的部分相对于此却是在缩减北约的防卫先前川普不断的已经公布出来，要把从欧洲的部署美军撤退或者减少。那其中战争部要协防北约的兵力，由北约的统帅跟美军欧洲司令部格林克维奇公开发布的讯息是，新计划着眼于应对印太地区可能会发生很多的冲突，而在北约的部分，暂时放生的概念把兵力正在做移转，而美国的福特号中东地区这个伊朗战事正伤痕累累，厕所也坏了，厕所也不能上厕所，那还失着火，让长达326天破纪录的福特号的行程呢，军事行动呢，现在总算是让他们回家了现在已经跟这个船厂签约1760万美元呐，大概是5.6亿啊，赶快去修了，一修可能要长达1年以上，被称它是最厉害的航母了，赶快进场去了。还有 F-35的战备水准，根据各种的统计说，以全任务能力率来看，也就是在全面能够执行所有功能的性能的各个图表里面，仔细检验一下，发现呢都是低于水准以下，甚至呢是越来越低。各种作战指标啊，还有最低实际全任务的能力率等等的，你看一直在占比低之外，而且还不断的逐年下降，全任务能力率不到1/4。现在美国也说，要赶快再追加137亿美元拨款来帮助他的能力可以往上升。所以现在的美国的军力究竟如何？虽然川普生日快到了，急着要庆生啊，将军先看看最近台海从海峡中线消失了以后，现在连东海的海域也变成一个很实质的治权的推进。当然，因为日本跟菲律宾搞这个名堂啊，根本就是我觉得是个阳谋。他真的要跑这边他宣布的经济海域来做什么事吗？不见得。但是这个宣布以后，他刺激了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一定会反应，所以他的海警船就跑到台东花莲外海。以前只有说军演的时候做一个威胁的行动是到这边，现在他把这边划为常驻的，就是我的执法海域。就等于没收了台湾的经济海域的主权。更糟糕的是，这个地方海域是我们的传统渔场，也是我们的经济海域。居然我们政府不表达抗议，或者是要主张这是台湾的经济海域，还赞同赞同日本跟菲律宾的行为是正当，这什么话呢？所以日本跟菲律宾戳那么一下，中国的反应就来了。这个反应里面隐藏了一个什么阴谋呢？当中国的海警船在这边执法，那中国大陆的渔船到这边来捕鱼，那会不会跟我们渔民冲突？那渔民冲突也好，海警船的两个对峙
都会造成一个紧张，就挑起了两岸本来不会发生的冲突，在这边冲突了。冲突以后，如果扩大了，就变成局部战争，这才是菲律宾跟日本搞这个民航的阳谋。所以，我要奉劝中国大陆，你海警船来宣示主权，你应该赶的是日本跟菲律宾的任何船只，不要再让渔民之间的冲突扩大成两岸的冲突，这一点才是正解。我也呼吁我们的政府对自己的经济海域的主权，你民进党不是最喜欢讲主权的问题吗？每次对两岸统一的时候，你就拿出主权来刁难这个是和平的发展。所以这个时候你应该正大光明的站起来，宣布这个是我们的经济海域。所以这个问题啊，两岸之间都要相当克制，不要避免自己发生冲突，来中了日本跟菲律宾的奸计，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日本高市早苗这么拼命的发展军武扩张，又想要利用当年的亲中派的大佬到中国大陆去寻求和缓的这个关系，不幸这个大佬死了以后，中国说你没有一个相对等的人物可以跟我这边的领导见面，所以这个就告吹了嘛。所以这个问题啊，另外有关 F-35B， 你看那个图表，F-35B 在空军的有机场有跑道正常维修的状况下，它的全任务达成率比较高。什么叫全任务呢？当初你 F-35B 设计为一个隐形的战机，它有几个特殊功能：第一个垂直起降，第二个逆中，第三个你的巡航速度跟作战速度达不达到标准，火控系统是不是可以锁定敌人。第二个 F-35B 最夸张的一个行为就是说，它的长机僚机跟所有的机队有一个互联网一样的做365度的警戒，这些都是它当初设计而且制造的功能，你现在能不能全部发挥？你看这个下面这个表，空军因为有基地有机库，它维修的能力也强，所以它维持的功能比较高。但是放到海军陆战队，或者是在航母上的，那维修能力差，而且空气的盐分高。第三个逆中飞机出完任务以后回来要洗澡。什么叫洗澡？把飞机上所有附的杂质要洗干净，还要再喷新的涂料。这些工作在航母上做起来比较困难，而且盐分也高，所以美国现在就要投资说怎么避免这个问题。当年 F-35B 作为航母的主力战机的时候，你的性能这么低，前一个数据大家都记得吧？ F-35B 的功能在全世界分布的各国家只有到50%可以用，就是妥善率。什么叫妥善率呢？我飞机可以随时按照任务需要能够起来，能够执行任务。妥善率50%，就是有一半的飞机不能用啊。所以 F-35B 的问题现在越来越严重，蛮严重的吧？对，航母上你作为主力机种，但是你的妥善率这么低，全功能的性能那么低，就不能达到你设计的目标。加上航母上另外一个机种叫大黄蜂 F-18，也到了40多岁要退伍了。所以美国现在的航母有2个困难。航母既然是以飞机的载台为主要任务，这2种飞机都出了问题，你什么时候有替代的飞机上来？号称最新最强都有问题的话，都有问题。所以这2个都没有替代物上来，你航母作战能力就差很多。当你面对一个跟你实力差不多的时候，你发生在海上的空战，你就会输了。哇，这个是非常专业的精辟见解，袁老师。河野洋平过世，导致日本的跟中国之间的贸易促进会，然后被大陆找到理由说没有对等的人。它凸显一个问题啊，就是中国大陆跟日本在1972年建交的时候，大家彼此之间的话呢是达到非常成功的默契。什么默契呢？就是呢，不要朝后看，只准往前看。那往前看呢，就是尽量以商取代政。
然后呢，大家两国之间呢重修旧好，这个是经过一段时间非常重要的蜜月期。我必须坦白讲啊，你在大陆所有的大城市啊，都一定看过一个完全日式的一个商场，叫伊藤洋华堂啊，我相信浅秋大概也知道。各个大城市里面都有，而且我看到一个城市里头，大概一个区里面一个区里面就有啊。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里面的这个偶尔进去看一下，里面东西都完全日式的，甚至服务都完全日式的，还有开馆啊、闭馆的时候还有那么音乐啊，给大家鞠躬啊，戴着白手套什么，这个我都见过。那么日本在大陆的这个投资啊、发展啊，那确实是对于大陆整个进步啊也有一些贡献，对不对？好，但是现在为什么变成了一个河野洋平一走，然后居然找不到人来对话呢？我觉得有3方面的原因了哈。那个第一个的话呢，就是美国基本上要日本顶上去，所以这个高市早苗现在我们看得很明白嘛，就是故意的，就是挑衅大陆。那当然我们这里也有人挑衅大陆了。然后第二个点的话呢，就是你看得出来，大陆普遍来讲的话，这进步太快，进步快到什么呢？让日本人感觉到了啊。就是大陆进步很快的话呢，做各种准备。所以日本搞稀土的话，在2010年就是已经来过一次了。16年前的话，日本把大陆还告到了这个 WTO 的情况下，那么这一次的话呢，日本就做好了准备。那中国当然是一个坚决的一个做法上来讲，也是要让日本没有办法改进。然后第3个原因的话呢，就是我觉得这里面一个消息非常有意思。大家知道北约的总部在布鲁塞尔，知道布鲁塞尔在哪吗？啊，离这边都18000公里啊，对不对？你跑到这边来，搞到这边讲到亚太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整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布局，拉日本垫背啊，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个非常奇怪、让人不可想象的地方，就是拿大陆当假想敌。好在大陆也拿美国当假想敌啊，互相。你那个航空母舰，你这个不提福建号不提福特号还好，你一提到福特号，我觉得这个航空母舰从头到尾花了钱以外没干任何事儿啊，什么一下子洗衣机失火了，一下子马桶不通了，一下子大家倦勤了，什么要调查什么的，搞了个半天，现在才知道。他出来服役搞了350到320几天都没办法回降。对啊，这个里面的话呢，整个大家记住啊，这个福特号根本没打仗啊。我印象当中他没打过什么仗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福特号有打仗，还没打仗的航空母舰，因为最新的，然后呢，电磁弹射也不行啊，蒸汽弹射也没了的这样的情况下，又要大修花1700多万美金啊。的这种情况下，那你足以证明美国这紧张是有道理的，你知道吗？因为美国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不拉住他的北约的小弟跟日本在做垫背的话，单靠自己，我看是没有什么办法的。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你这个日本本身就跟大陆宁可关系搞不好，也不要进一步的发展什么贸易关系。可是要拉住北约，他现在也要撤减军队啊，要把这个兵力往印太地区来移动。边老师。我想河野啊，就是说所代表的是美国日本一个比较愿意跟大陆和解的一条路线嘛。在他这个30多年前就有河野谈话，愿意承认所谓慰安妇的问题，为这个来道歉。那他也是少数反对啊，就是说日本的首相去靖国神社去这个敬拜朝拜的。我觉得他的这个。扮演的角色就是在帮日本的这个右翼在踩刹车皮，然后他对日本的企业的帮助，就是继续维持跟中国的互动是很有帮助。那现在看起来因为他过世，所以没办法用比较高规格的这个来接待。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大陆就觉得说这个团暂时缓一下。其实他儿子同样这个河野太郎也是议员嘛，那过去。也算是比较轻重一些的在日本里头应该可以接续这个位置来做。可是感觉上就是大佬一下子骤逝之后，那大陆也觉得说我要给同样这个礼遇的规格的那目前还没看到，所以暂时缓下来。那这也代表日本的一个困境，就是他的企业，你看刚才你提到那些调查的数据。大家还是愿意在大陆投资。说老实话，大陆投资真的是跟别的国家来讲是比较，你要赚大钱还是在那边投资市场嘛，市场大嘛但是因为你这个日本本身现在的这个所弥漫的跟美国一样这种反中的情绪，看起来就是还是回到一句老话，就是从我开始读政治学开始。大部分的这个那个教科书讲到国际政治经济都讲了一句话
所有的企业都希望在一个没有政府管的情况之下。最好他们的总部就是在加勒比海的岛国那小岛上面，这样子不会受政府来干扰，他们可以好好该做什么事，该觉得可以赚钱的地方就进行嘛。那现在看起来，好像日本还是会影响到这些企业在中国大陆的投资也好，持续做生意。那我觉得今天当然看日本就是等于是在帮美国在撑着，可是问题是美国的这些主要的军力。现在感觉上并不是特别要在亚洲地区我们已经看到，包括在韩国已经调了很多的这个装备过去，让日本也是一样。那如果说今天当日本没有这种安全的感觉，觉得说美国因为中东的议题，虽然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好像感觉上要告一段落了，可是如果你感觉上告一段落，你为什么不把这些更多的军备放在亚太地区？我觉得这个是日本一定会觉得很疑惑，所以他才会想要自己要有更多的军备可是你更多军备就是一样嘛，引起大家彼此之间没有一个互信的情况。那北京的角度就是你就在搞这个军国主义迪川习会之后呢，中美关系的变化，我们用几个指标来看，怎么会突然间由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发了一个声明，当局逮捕了一名美国公民那当中他涉嫌做了什么事情呢？说是间谍。不过呢，危害国安的程度是通知美国领事馆，这个人曾经批评什么？倒不是批评中国大陆，是批评缅甸的军政府的政治学者，叫敏兴。显然接下来是马上缅甸的总统下个礼拜要访华，这位这个曾任缅甸军政府首脑的敏昂莱4月就宣誓就职，那12号宣布。他即将在6月15到19去进行国事访问，所以呢，这位学者看起来是针对敏昂过去有过批评，把他抓起来嘛，宣布他是虽然是美国公民的身份，但仍然要逮捕他。那当然，这个缅甸到访呢，对大家来观察整个世界的政治的这个区域变化的指标。美中到底能不能脱钩？也还有美方公布阿里啊、比亚迪啊等等100家企业被列为军工的名单，大陆的商务部就驳斥反对就说你们不是才中美2国元首北京会晤，要进行更多的友善的贸易经济合作吗？结果呢，你们现在泛政治化所谓国家安全，还把我们大陆的企业继续列成军工名单的惩戒啦，那认为是无理的打压。那同时呢，可以看到这个在美国的2党现在在推的叫做太空晶片法案，现在大家比已经不是在比陆地了，比地球了往太空去比了。这个法案呢，是对于美国制造商发展这个微重力半导体的技术，现在正在想办法要追上，尤其跟大陆之间各种的制造的开绿灯，想办法要突破往上冲。而当然这2天投资人都在关注 SpaceX 大家在抢要不要投资要不要买这个股份12号正式上市之后，马斯克正式跻身全球最大资产的其中一位的企业家了。而往太空，未来要到火星去人类移民的这个梦，现在呢有没有可能史上最大规模的企业 IPO整个募资过程还说要全面排除所谓的中国资金。有没有办法呢？说是这个美中脱钩蔓延到尖端科技的融资阶段。那美中在川普跟习近平见完面之后，看起来还是有不同的歧义或竞争的层面，还在竞争对抗那说打脸川普的美国制造，那把川普手机拿来一测，长得有点像我们的 HTC。然后再检查，发现外观不只是外观像 HTC 的 U24 Pro 甚至把它。我是 HTC 是这个是另外一款那还用了电脑断层进行精密比对之后，发现内部结构几乎是一模一样嘛。那这样的把 HTC 的主机板无缝移植到 T1， 招牌金色是为了川普喜欢的这个样子，那不就说这支被定价$499的手机，除了电池产地标示为菲律宾以外，绝大多数的内部关键零组件又都是来自中国大陆，也太尴尬了吧川普手机这么厉害那么美国网红这一位到大陆去，叫做汤米他到四川说要拍大陆全球最穷的山镇，结果呢，没有想到他到了四川大凉山的地区，还要拍一个被时代抛弃的毒品泛滥之地。想不到，我们来透过画面可以看到，还
他高喊：“天哪，我的5G 手机什么讯号这么好？”看看这段画面。Now, maybe the craziest thing is that, in spite of how high up we are, how remote we are, you can still see a telecom box right here. So I actually have perfect 5G connection on my phone. 真的，连我都觉得，哎呦天哪，这么高山还有5G讯号，所以他本来说他是最穷的，其实他的这个直播里面还讲，居然这么高、这么颠簸的山旁边的所有的设施，悬崖村哦，有稳固的钢梯、直升机停机坪，都这么的完善，他反而倒过来，本来是说要取消人家最穷的中国，结果还被孩子围着他在嬉笑的儿童里面，有个孩子很天真无邪问，哎，那个美国的爱普斯坦丑闻，那对，然后很尴尬问爱普斯坦会吃人吗？等等的，然后让他就一阵尴尬，这通通直播出去了哦，将军，这就是很重的一记打脸。你以为那个地方闭塞、贫穷、落后，没有人教书、文盲、肮脏、生活不方便的村子？对了，以前是用藤子做的梯子，现在政府给他盖了钢制的梯子，然后山上还有停机坪，然后这小孩啊，还有那种叫做网络的教学。没有网络教学，他哪里知道爱泼斯坦？对呀。对，好像很关心时事哎。对，国际新闻。川普不是骂台湾偷了台积电偷了他的晶片吗？台湾现在就要讲你偷了我 HTC 的这个设计跟这个结构啊。第三个，为什么逮捕这个缅甸的这个间谍呢？因为通常一般大陆对外国人呢涉案呢都比较慎重，没有什么很显著的证据是不敢抓的，避免引起纠纷嘛。对，引起纠纷嘛。抓了他，一定会有很多人权单位啦、外国的这些民主国家了，就来说你什么。刚好又是缅甸，这个人又反缅甸政府的嘛。敏昂莱访中，这个人也是一个免费的伴手礼嘛，对。这个问题是这样。另外，为什么 SpaceX IPO 那么红呢？因为未来中国大陆要发展很多这个南天门计划，南天门计划里面多少东西都是在太空里面进行竞争的东西。那马斯克也在发展太空的东西，所以太空用的晶片一下子就爆红了。所以那天我在做重训的时候啊，就听到那个教练在那上，哎，你买了没有？全球左右大家都在讨论，都在讨论 IPO 啊。其实这个东西啊，是成还是败的不知道啊。你需求量有这么大吗？如果说按照中国的那个南天门计划是需要很大，你这个马斯克，你也不过是移民火星很遥远的一个梦想嘛。你有这么大的需求量吗？所以现在很让人担忧的 AI 的泡沫会不会让很多 AI 热垮了？最近美国的股市一崩盘，黄金的这个购买者又疯了，所以这个东西啊很难猜了。千万不要跟屁虫一样跟的，到时候吃亏的还是你自己啊。先看看川普有没有投资啊？川普投顾告诉你。好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川普投顾。看到美国的网红到大凉山四川这里啊，本来想说这里可能是很落后的地方，对，结果惊叹，岳老师也去过。我没有去过大凉山啊，但是我家里有亲戚是做彝族舞蹈研究的啊，在大凉山就是彝族的这个住的地方。但是我倒是最近呢去了2个地方，就是看到了大陆的这个原来叫做扶贫，现在不讲扶贫了，现在叫乡村振兴啊。这个是因为他们绝对的贫穷的话呢，经过努力下的结果，就逐渐的慢慢消失了哈。这个首先第一个就是治理沙漠，但是我这边的话来讲一个相类似的情况，我这个。建议大家，因为我到了花江峡谷大桥，这个桥是世界第1高，625公尺。什么叫在贵州？什么叫做在贵州的这个安顺啊？安顺是这个关岭县的一个花江镇啊。这边看它这个地方，因为贵州啊，这个地无30平嘛，啊，人就是比较穷困。
但是呢，我觉得这里面我要讲3点了，时间不多了。首先第一个的话呢，这个对于这个当地人的这个乡村建设是不遗余力、不计成本啊，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个是它的施工的过程。真的是非常惊讶，因为我一开始以为这么大的桥，世界第一大桥，625公尺高，长1.5公里，我以为有很多，至少有种国家的资源，什么工程师没有，完全是贵州人自己设计自己的材料啊，贵州人，因为当然贵州的地形使得他们容易造桥铺路，这个也是很厉害的。然后这个第3点的话呢，我自己一直有一个兴趣，就是说我想要了解什么叫做为人民服务啊。我跟你讲啊，你看到那个交通建设，你就光看到那个花江的那个峡谷的大桥啊，你就可以了解到成本收不回来，然后就是用自己的能力改善人的生活条件。我跟你讲，真的是会感动，尤其是像这个叫什么美国的这个网红啊，他自己想要拍，他原来想拍的是那种好像是什么很穷的中国什么的，然后有毒品，现在要看。我觉得很穷的中国真的看不到了，为什么？就是说，连贵州那个情况下，那边住的有这个很多的是少数民族的情况下啊，就苗族啦、布依族啦什么的黎族，那他们的生活都因为大桥的建设而改善。改善以后，他们的农产品啊、人啊什么的，还有发展的观光旅游。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呢，这个美国的网红的资讯需要自己能够调整一下，就在大陆真的过度贫穷的环境都看不到，这个的的确确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建设工程。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接着看。各国领袖纷纷到中国大陆去访问，最新要抵达的是缅甸的总统哦。那当然，这个时候突然间，中国大陆也逮捕了一名美国籍的所谓的异议人士，说是间谍，来自于攻击缅甸的这样的学者。但他不只是攻击缅甸哦，他对可能也有从事对抗大陆的一些间谍活动哦，所以才会被逮捕。否则的话，他今天批评缅甸，我干嘛要帮这个缅甸政府来在中国来逮捕他？在云南嘛啊。所以他表示说，他从事的工作可能会有一些，因为和中国大陆批判的也好，或者说有一些可能会不会是一些间谍的工作，不知道。但是他至少他曾经在缅甸就是反对这个军政府过，然后等到翁山书记执政上，他又回去以后又新的这个政府上来以后，他又他的智库就跑到美国去了，所以看起来就是大陆也知道。美国过去你知道有这些所谓的美国人的异议分子，美国政府会表达非常强烈的关切啊，包括大陆的民权运动、民主派的人士，或者是说有一些宗教领袖啊，宗教的在大陆被逮捕，如果是美国公民呢，哇，美国是尽全力要去关怀、关心，要去营救，然后你看。那些美国的总统、副总统什么到大陆去访问，大陆就好像赶快释放一个出来啊，就是作为一个好像双方的一个和解的一个方式。可是这个是缅甸籍，而且和宗教无关的时候，我都怀疑川普政府到底会不会去关心这个议题。